因为内卷它表达的是一个文明失去了自我向上提升的能力，这个时候才能够被判定为内卷，它被滥用了。我不认为这是滥用，囧我们就没什么意见，因为那个字形真的很好笑，但囧是光明的意思啊。第一件事情就是这是流行用语，因为他们的节目现在就有做的比我们多，他们的视频发的比我们多，所以我们会觉得有趣，我们就会使用。我没有听清楚卡卡究竟想表达什么。语言有自然发展规律，有些词不合时宜，自然而然也会被时间所淘汰。毕竟知语讲的就是中文，你要先确定一下知语到底在讲什么。直接告诉我说那是大陆用语，我会觉得你只是跟着所谓网风在走。有时候其实这个幽默开个玩笑，不一定是在指责你。共产党那边政治立场来讲，我们就想一些爽的东西，我们去反击它。有些用词来讲，要去看台湾的历史里，支那可是在台湾人的记忆里面非常痛恨的用词。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至于警察的现象，就是也是刚刚我为什么我讲到台语的部分，因为在台语在早年的时候，就是在台语检查的部分，我们就是在用台语检查去面对我们自己的本土语言的。当然这是不对的讲台语要罚5块钱。当然这是不对的呀，讲实在这不对的呀。讲台语要罚5块钱。对，但是我来讲，这老师使用这个检查的老师使用这种学生之间互相去监督哈，学生吵架，你卡卡，你先听我讲啦，你先大家，这个代志迄是以前政策问题。那咱即摆在讨论的不是这个政策问题，因为即摆个人讲至于警察这个代志，至于警察，因迄是自发性的，伊迄是对社群有内底有一群人个，亲像你讲，伊个坚持讲袂使咱台湾的主体嘛，做咱台湾主体，所以你为啥袂使用中国用语？中国用语是支那用语，你知影无？你为啥物会使用？伊是咧气这嘛，但是我意思讲，这个代志到底是对还毋对？因为总有一个代志，伊一定有是非，一定有对甲毋对。那有对的代志，咱个来推崇嘛。啊，若无对的代志，咱个爱甲指出，爱甲证明讲，这个世界就是地球村嘛。不然全球性的物件，你就是应该爱去接受。你若无要接受，无要紧，你家己密起来，你家己做。因为内卷它表达的是一个文明无力自我向上提升。失去了自我向上提升的能力，这个时候才能够被判定为内卷。我了解它原始意思，对，它都有一个 definition， 就一个定义。但是你知道中文造字6原则嘛？对不对？对，它被滥用，它被滥用了，它被滥用了。我不认为这是滥用，它一定会被。你看囧，我们就没什么意见。因为那个字形真的很好笑，但囧是光明的意思啊。其实共产党那边的那个什么政治立场来讲的话，我们就想一些他们不爽的东西，我们去反击它、反映它。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说，有些用词来讲的话，是你要去看台湾的历史里面来讲的话，支那可是在台湾人的记忆里面是非常痛恨的一个用词。学校老师其实本来对于学生在写作过程中会习惯去使用一些网络梗语来讲的话，其实不只有大陆那边网络的用语。包含日文的漫才啊，然后还有一些外国的脱口秀的东西，他们其实都有。刚开始提什么内卷啊、躺平啊，一些大陆这些用语，可是问题是，这个跟你一开始还提到说所谓的文言文的使用比例来讲，那我个人会觉得。那也是完全两码子事啊！所谓的文言文跟所谓的一些网络梗语来讲，这完全不是同样的东西啊。因为你刚才也讲过，加高台湾的文章来讲也 OK 啊，对不对？那你如果文言文包含古文跟什么东西来讲的话，你学《唐诗三百首》还会学到一些有关于历史方面的书籍，还有小孩子在学成语的时候，我们一定回过头回去看他原来的文言文的出处是什么东西。这东西现在学校已经基本上来讲已经没有非常的强制去学这东西，不然5000年的文化来讲的话，台湾的课堂根本教不完。我其实说句实话，我没有听清楚卡卡究竟想表达什么，然后所以呢，就这个话题呢，我就发表一下我自己的观察和观点。所以我想表达的问题是什么呢？有2点。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对这个语言有充分的自信，不用怕它的到底是这个。说是到底是大陆的还是台湾的，怎么样都好，你要对语言有充分的自信，这个语言有它自己的生命力，这1000年已经证明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刚才所说的，比如说内卷啊这个词啊等等一系列这个词，我想强调的问题是，1000年的历史证明了那个中文它这些词造词可以回来用。那我想强调的问题是，语言有其自然发展规律，有些词不合时宜，它自然而然也会被时间所淘汰。所以把这个事儿交给时间就好了。
我们不需要做太多的去把这个事儿做很多的干预或怎么样。早期的人来讲的话，我们早期有很多不一样的语言，包含到我的世代，包含到历史哥的世代，每一个世代都有每个世代的用语。那请问一下，难道说我们那个时候用语又是另一种的支语？这种东西来说，支语所谓的东西，就是只是因为当他们用的人多了，而我们跟他掺杂用的人多以后，去互相融合的东西。那同样都是汉语，新加坡的用语我们也有用啊。那难道说，今天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这是流行用语。那因为他们的节目现在就有做的比我们多，他们的视频发的比我们多，所以我们都会觉得有趣，所以我们就会使用。那个时候我们也是突然就流行了很多很多奇怪的用语，我们长辈也听不懂，甚至蓝瘦香菇啊，对啊。对啊，蓝瘦香菇也是那边来的，好久了，但是我们不知道他那边。对，所以等于是说，其实刚刚你们在讲说支语，不要为什么要用支语这种东西，其实就是最简单来讲的话，就是这是一个错误的讲法，因为毕竟支语讲的就是所谓的中文。支语，毕竟以历史哥的角度来讲，支语就是在讲中文，就是一直在指中文了。那以我们的，然后他们现在在讲的是流行用语，流行用语是比谁的视频多啊？现在韩国用语我们也用的很多啊，日本用语我们在流行的时候也用了很多。那这不能够去代表是说少用一点就不会被统战。正式上面来讲，你要先确定一下支语到底在讲什么，是直接告诉我说那是大陆用语，我会觉得这样子的话，你只是跟着所谓的网风在走。然后卡卡换你，卡卡。这边我觉得3个人都犯了一个同样的问题啊。请说。3个朋友都犯了一个同样的问题，就看文章只看标题不看内容。就是说台湾岛内，我觉得泛绿和泛蓝一样的不理性，就是亲中的或者是台派的一样都不理性。就是只要一个关键字没有错，一个关键字稍微碰到它的脆弱的玻璃心的时候，它就会整个跳起来。不会去，就是说，有时候其实是个幽默，那有时候只是开个玩笑，那有时候是自嘲，很多原因都有不一定是在指责你，对啊，你管这个叫玩笑？开自己玩笑，对啊，因为先让 H 对，先让卡卡讲完，插嘴，对不对？你这样怎么素质啊？台湾内部古文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古文的比例很容易被那种国粹大棒一连打在脸上。我做个总结吧哈，我们讨论这个议题的核心还是在于说，今天这样的所谓词汇到底算不算入侵嘛？我这样听了一大圈之后，我终于知道卡卡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是不是入侵嘛？那至于个别的态度问题、个别修养问题，我想今天在线上这么多观众朋友啊，大家各自有各自的领略于心了哈，也各自做评判，那这很难。那再来还有一个就是说，刚才提到这个是不是所谓国粹国学逼死说啊，把浅蓝变浅绿？我想这跟这个关系没那么的直接啦，哈，这需要一个很严谨论证这是一回事。但我们整体来讲还是有个核心就是到底支语警察、支语入侵这样用法、支语受这样用法到底对不对？它能不能作为一个幽默呢？不能说完全不能作为幽默，但确实那是因为我们讲白了，不管是台湾、大陆，甚至很多地方基本上华文圈里面对于歧视、种族歧视这种东西没有像美国、欧美那么严重。欧美是真的很严重。Racial discrimination 那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我到华府去的时候，当地的这个黑人老哥，他带我去逛什么？他就先带我去逛 Martin Luther King， 因为被枪杀嘛，然后呢造成的全美大暴动，华府特别留了一大区当时被烧烂的房子，他带我去看那个。就是我学 discrimination 这个词，也是因为他带我去我把这个词烙刻在我脑袋瓜里面就是这样子嘛，就是有一个不一样背景，所以让我们有一些可以讨论这事情空间，这个是好事，但也不见得是好事。但我们也会低估了所谓其实歧视这件事情本身是相当严肃的。